过去我还在劳政机关服务的时候，以及目前担任劳资顾问的实务经验中，真的有看过太多的劳资争议事件。但是以个人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啊，我觉得几乎有一半的事件都跟劳健保的投保有关，其中又以高薪低保是在业界很常见的状况。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希望从雇主的投保义务出发，除了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判断投保集聚之外，也会说明一下如果劳健保有高薪低保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法律风险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其实我们一般所说的劳健保啊，可以统称为社会保险。对劳工来说，是在遇到伤病、生育或是年老时等状况的时候的最后一道防线。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请领相关的给付来降低经济负担。而对于雇主来说呢，除了是法定的义务之外，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帮助员工移转风险的工具。但是如果为了要省下每个月几百块、几千块的保费，而采取了高薪低保或甚至不投保的策略呢，这在法律上啊，就像是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地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真的有看过太多的案例，都是在劳资双方撕破脸之后，当劳工回过头来检视自己的权益时，就会发现劳健保投保的状况是有问题的，进而呢就会以此来作为破口跟雇主进行协商。这个时候啊，雇主也很常需要付出比省下来的钱还要更多的金额来作为代价了。我们先前制作过手把手教你看懂劳健保3合1对照表的这支影片，其中就有提到过，虽然我们通常口语都会说雇主有投保劳健保的责任，但实际上在一般的企业之中，应该要帮劳工投保的是劳保、健保、就业保险、职灾保险以及提缴劳工退休金。此外啊，我们在那支影片中也有说明过，雇主应该要以劳工的工资总额，像是本薪、全勤奖金、职务加给或是绩效奖金等等具有法定工资性质的项目，加总之后再去对照劳健保的集聚表来申报在适当的集聚。企业一旦实际投保的集聚是低于工资总额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常说的高薪低保了。总之啊，非常建议人资朋友们或者是中小企业中需要处理劳健保业务的读者们，可以参考我们先前制作的这支影片。另外，我们在部落格中啊，也发布了2026年的劳健保保费及劳退提缴费用3合1的对照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透过说明栏的连结到我们的网站中看看哦。顺便也补充一下，有些企业过去可能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会将薪资结构拆解成不同的津贴或加给，但是又没有将某些具有劳务对价性或是经常性给予性质的薪资项目加总起来纳入到劳健保投保的集聚计算之中，就会有可能产生的高薪低保的状况。以这几年来劳检实务或是我所看到的法院诉讼判决之中啊，其实会发现真的要透过拆解薪资结构来降低投保集聚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而且通常在发生争议时啊，是雇主需要举证哪一个特定的工资项目不具有工资的性质，所以如果在制度的设计上与实务状况不符，或者是企业对于法令的认识程度不足的话，都可能会不慎就违反了相关规定了。当然啊，我也看过有一些企业是明知法令规定，但是又刻意要低报员工薪资的。其实这样子可能会让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度以及向心力大大降低，真的也不是件好事啊。之前制作的影片之中，虽然也有稍微提到没有依法投保劳健保的风险，但事实上啊，劳健保高薪低报的严重程度可能是很多人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后面就来一一分享一下潜在的风险吧。首先当然是众所皆知的行政处罚风险了。如果劳工发现自己有被高薪低报的时候，大都会直接向劳工保险局或是健保署反映，就算是向地方政府的劳工局、劳动局申诉，也会被函转到劳健保局来处理。总之呢，如果经过主管机关查证有低报的事实的话，以劳保的部分为例，依照劳工保险条例第72条第3项的规定呢，假如雇主将投保薪资金额以多报少，或者是以少报多的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高薪低报或是低薪高报，就会从事实发生之日起，依照短报或是多报的保险费金额处以4倍的罚锾。可别小看了这边所说的4倍罚锾，因为如果投保集聚的落差越大，低报的期间越长，或是牵涉到的员工人数越多，都可能会让罚锾的金额以倍数的方式成长，被因此而处以数十万或甚至上百万元的罚锾都是有可能的。
我简单找了一下近年来的案例，让老板们参考看看。有一间经营免洗餐具批发的企业，经过劳保局检查之后被发现有2个违规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其中1名员工到职5年多才申报家保，第二呢则是另外2名员工月薪资总额为35000元，可是公司却只用月薪第1级，也就是基本工资的级距来申报投保。也就是说该公司有未及时帮1名员工加保，以及2名员工有高薪低保的情况。经过劳保局审查之后，依照劳保条例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了42万多元的罚款。另外，因为通常劳保没有依法投保的话，劳退以及就业保险也会有违法的疑虑，因此劳保局也同步针对违反就业保险法的规定，处以了8万多元的罚款。所以光是这2项违规合计的处罚金额就超过了50万元了。由于这间公司不服这项处分，因而提起了诉愿以及行政诉讼，主张自己是小本经营，而且负责人年事已高，因为不熟悉相关的法令规定才会不慎处罚，并且也表示呢，是因为员工不想自付太多的保费，劳资双方才会经过协议之后去低报了投保级距。然而法院在判决中明确的表示，劳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不允许劳资双方私下协议来去免除或是降低保额。此外呢，被裁罚的雇主在诉讼中也主张裁罚金额过高而违反了比例原则。结果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相关法令规定的罚锾计算方式是依照不按时或是不核实申报的期间长短而计算，所以当初法规设计上其实就已经将雇主违法情形所带来的影响都归纳在罚锾的计算之中了，甚至还点出呢，劳保局因为误判的裁处时效的问题，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开罚更高的金额的。从这起案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3名劳工几年间不实投保的情况，就衍生出来了数十万元的罚锾，这还不包括跟劳工进行调解时所要付出的额外赔偿。这些额外付出的成本呢，我想都远高过省下的保费了吧？对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由于很多的劳保以及就保给付都是依照劳工实际的投保薪资来去计算津贴或是给付的金额，例如我们很常听到的失业给付，就是依照劳工离职退保前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的60%来发给，最长是可以领到6个月的给付金。如果是45岁以上或是身心障碍者，最长呢则是可以领到9个月，而且如果有抚养眷属的话，还会再有额外的加急给付。因此呢，假如公司有低报劳工的就业保险级距的话，就会导致劳工实际领到的给付会比正常情况之下投保的金额还要来得更少。依照劳保条例第72条或是就业保险法第38条等等的规定，这样子的差额损失呢，就应由投保单位，也就是雇主来负担了。另外补充一下，就算劳工没有要申请特定的给付，但是雇主如果有高薪低报的时候呢，也会导致每个月提缴的6%劳退金是会短少的。依照劳退条例第31条的规定，劳工同样可以请求雇主给付这个部分的损害赔偿，这也是一般高薪低报争议案件中最可以直观计算的损失之一。在5种社会保险之中唯一一个由雇主全额负担保险费用的，就是职业灾害保险了。我在之前的影片之中有大致说明过职灾险的意义以及基本规范。其实职灾险对雇主来说是可以分散风险，降低当员工发生职灾时财务压力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依照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第90条的规定，当职灾劳工向劳保局请领相关给付之前呢，雇主就依法给予员工工伤病假以及职灾补偿的话，当劳工之后领到相关给付的时候呢，雇主就可以主张抵充而要求返还法定的抵充金额。我具体举一个数字不是很精确的例子，让大家参考看看。假如某个劳工因为职灾需要休养一段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内的法定原领工资补偿责任是10万元，雇主呢也在原本的发薪日就如期给付了10万元的补偿金。假设未来向劳保局请领到了8万元的职灾伤病给付，但是因为劳保局会直接核发给付给劳工，因此呢，这个时候雇主就可以主张依法抵充，而要求劳工返还8万元的抵充金额。在这个案例之中实际上就只付出了2万元的成本。对雇主来说，透过职灾险降低了补偿责任；对劳工来说呢，则是仍然可以取得100%的原领工资补偿。重点来了，如果公司有高薪低报的话，可能就会让劳工拿到的补偿金随之减少。以前面同样的案例来说，假设因为公司低报急剧，导致劳工实际上只能领到5万元的职灾伤病给付，那么雇主呢就只能请劳工返还5万元的抵充金额，实际上就会付出了5万的成本，更不用说还有违法而被裁罚的风险了。
前面提到的都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这边要分享的就是相关人员可能会背负刑责的风险了。事实上啊，高薪低报的行为就像是拿了不正确的文书资料，向劳健保局申报员工的投保集聚，导致劳健保局等等的单位就会基于雇主所提供的资讯，而让投保情形发生错误，进而影响了民众的权利，也会让雇主减少了原本应该要负担的保费，而获得了部分利益。因此呢，这种涉及在公文书上填写不实数据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15条的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以及第339条第2项的诈欺得利罪。一旦被起诉的话，负责人甚至相关的经办人员都可能会因此而背负了刑事责任。如果简单查一下司法院的裁判书系统的话，其实就可以找到不少的参考案例了。依照劳基法第14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当劳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契约或是劳工法令，导致自己的权益有受到损害的疑虑时，便可以在知道这样子的损害结果时的30天之内，不经预告向雇主主张要终止契约，并且仍然可以要求资遣费以及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所以也有些人呢会把这样子的动作称之为反资遣。实务上啊，劳工因为被雇主高薪低报、劳健保以及劳退集聚，就是很常用来依法终止劳动契约的理由之一。即使雇主可能会主张劳工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的集聚是被低报的，因此已经超过了法定的30天除斥期间。可是如果高薪低报的违法状态是持续进行的话，除非雇主改善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0天了，否则劳工呢都还是有可能握有可以随时终止契约的权利。对资方来说啊，也就随时会存在需要额外支付资遣费的风险了。以上就是我简单分享的几种高薪低报潜在的问题了。如果正在经营企业的你，会不会觉得省下的保费也不见得这么划算的呢？在我的经验之中啊，很多劳资争议的导火线都是从这些小地方开始累积的。如果平常没有做好法遵的制度啊，真的发生争议的时候，恐怕也是势必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的。如果有进一步的劳资问题想要询问，或是想要建立一套完整合法的人事制度的话，也欢迎参考我们 Workforce 劳动力量的顾问咨询服务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